所以刚才前面的一部分，我讲了公司的定位，接着下来的一部分，我也没有办法帮你们设你们的定位，我也没有办法来告诉你们，你认为你自己本身是谁。不过我尽力。我们来谈谈一下，分析一下，这些人在冲目标，冲目标，什么目标？什么目标？就是我们公司的表扬制度的这个目标，对不对呀？我们表扬制度里面有很多设了很多的目标，来让人家冲。Reway 是一个没有惩罚的公司，我们只表扬。那么什么惩罚？我们怎么样来惩罚呢？不表扬。或者说表扬别人不表扬你，那个就是惩罚，是不是啊？好，因为老实讲，不被认可、不被认同，其实是一种惩罚，同意吗？不过那个比较善良。好，Reway的表扬制度从一星开始，一开始就有的。一星就是怎么做到？左右最少要4套，对不对啊？其实是10个 Black Denim。不过应该很久没有人卖 Black Denim 了，是吧？都是卖1套7盒的，左边4套，右边4套，就会成为一个一星在当月。一星有没有得表扬？有。以前我们第一次的表扬大会 ，Reway 的第一场表扬大会，21个人表扬1个一星，其他的都是买产品的顾客。这是第一场表扬大会哦。那么现在的表扬大会，我们可以表扬，在1个月里面，在不同地方可以表扬6000个一星，这是不得了了。所以这笔账你去拿一个计算机算一下，1个月，好，那么好了，那么再上多一层，它就翻多1倍。其实 Reway 的这个表扬制度它是不容易达到的，真的不容易啊。翻多1倍就是2星。只要1星就2星咯，有2颗1星就2星左右。左边100个1星，右边1个1星也是2星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要平衡，左边右边都要平衡。那么3星就是左边右边就有2星，所以你看，我们虽然说1星是接近7、8套的一个业绩，比如说，那么我们的制度里面就知道大概他可以赚多少钱，我们猜得到了，是不是啊？算得到，最少。最低收入可以赚多少钱？我们算得到。那么2星是翻多1倍的收入咯，同意吗？那么3星又翻多1倍咯。也就是说，当时我们刚开始设计这个表扬制度的时候，当时人很少，我们第1年才有第1个3星，第1年哦，才有1个3星。不过那3星是赚钱的，有很多2星啊这种东西的，不是准的，它是有业绩的，所以我就发现到，3星其实在当时的这个直销环境里面，3星领导人是赚钱了，在直销业里面。一般上在直销业里面有一个3000、5000赚就很厉害了。当时，哇，我们都有几万呢。当时我们觉得说，哇，几万块马币或者新币，哇，那是好高的收入哎。所以当时我们最高的阶级是3星。因为平均都有2、3万新币的收入当时我们那时候的3星，因为那时候我们的格局也只有这么大，组织也只有这么大，我们看到的的确就是这样平均。过后3星就越来越多了，就有一些呢只中过1次3星，有一些他们能够连续不停的一直每个月都3星哦。那么他中过1次也是3星。他中过10次也是3星，不过他好像比较厉害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就想，哇，就在为了让人不是一次性的收入，希望说他能够连续有收入，我们就出了一个精英3星。你看那个出发点，你有看到吗？就是希望不只是你要赚钱，我希望你持续性的赚钱。那个出发点是这样，所以就有精英3星，连续3个月成为3星，哇，那个厉害了。就是说连续3个月他都有高收入。后来就发现到有些人敢，
他跟你1年都3星了哦，2年都3星了哦。后来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表扬制度，就是精英3星1次，就是连续3个月他做了1次嘛。然后呢，如果再多3个月他又做到3星的话，就精英3星2次。好，所以他如果4次，就是说连续1年都是3星，都是高收入咯。人家就可以知道，这个人1年高收入了，是不是啊？哦，结果到最后，他可以是精英3星10、11、12、13，这样前面当时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就是永远人家是追不到的，因为我们的重量放在号码，所以就有精英3星10哦。所以他精英3星10的话，他如果持续一直做到3星的话，后面他加入的人是永远追不到他了，同意吗？所以当时讲这个表扬制度就出现一个瓶颈了。不过你要知道，当时的这个组织，我们设立这样的表扬制度，是为了符合当时的情况。组织在大的时候，它就有一些改变了。所以当时呢，我就出了一个 Team Elite， 就是我们现在的精英领队的表扬制度。好，当时非常的慎重。好，那么可能这边我在用最快的速度跟人家分析一下我们的精英领队 Team Elite 是怎么来的，它的源自哪里？通常都要先命名嘛，对不对啊？我知道我要有6个阶级，当时我需要6个阶级。当时的鼓励是什么？我要鼓励会有宽线，所以我们讲说之前是3星就是2条线嘛，是不是啊？如果我持续3星的话，就是我们在鼓励深度吧，是吧？所以大多数的人那时的表扬制度的格局就是2条线，所以每个人就只有2条线，因为当时格局就是2条线。后来我出了精英领队的时候呢，我的目的是要宽线，因为又宽又深才会赚到钱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你看 ，Reway 的目的是让你们赚到钱，方向、目的、目标都是这样。所以当时呢，我需要有6个阶级，越来越宽，就要想名字。好，后来我怎么想呢？我想过军衔，军官的衔，好，什么将军啊，好，什么Captain 啊，所以你可以想象，今天如果最高阶级是将军，上去被表扬将军，有点奇怪嘛，是吧？不然就是警察的那些头衔，我都有想过。后来呢，我就发现到，其实我们是从1星、2星、3星演变出来的，都是星星嘛。一个星星是星星，一群星星就是星座，所以我就开始研究星座，开始研究天文学。那么就有这样的12个星座嘛，黄道12个星座，所以就有处女座啦，什么座？还有什么？天秤座啦，金牛座啊，这些座，但这些都不好听嘛，是吧？你可以想象，我们最高阶级是处女座，Team Elite 处女，完蛋，我一定被他们打了，我跟你讲，所以当时呢，我就发现到，其实黄道12个星座其实是很早很早以前，人类的眼睛只能看这么远，只看到12个。后来科技越来越发达，可以看的东西越来越远，用眼睛越来越好。其实现在人类知道的有88个星座，所以说现代88个星座，比如这个就是现代的88个星座，有一点小也没关系，我读给你们听。这88个星座，老实讲，选择就比较多了，应该会有好听的，不过其实真的大多数都是不可以的。比如说，它这边有一个长蛇座，蛇最大的是蛇，这个是按照这个星座的大小面积。它还有什么熊，大熊座，还有什么狼，还有什么猫狗，还有什么乌鸦、狐狸和苍蝇。真的，你们放大镜看，真的是这样
所以我在里面找6个比较像样的星座出来，按照面积大小，孔雀、凤凰、麒麟、天鹰、天龙和飞马，按照他们的体积大小来做我们的 Team Elite 的这个表扬制度。所以他们代表星座，不是我在家里突然间想我喜欢鹰啊，喜欢龙啊，不是的，他们都是真的有这样的星座的，好，而且是按照体积大小，所以飞马是最大，在这6个里面，因为6个飞马之上的全部的名字都不能用的，哦，处女座是排第2，哦，等一下我叫 Mr. Lo 发一个处女座，他一定跟我绝交的，好，好了。Team Elite 是什么？就是一个3星，我们说3星是赚钱的一个阶级，最低收入都这样，而且平均的话，它是挺好的。如果有2个3星的收入，而且还连续，哇，那应该更好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 Team Elite Power 就是有2个3星户口。2个3星，然后连续3个月，你就成为我们的孔雀领队。那么以此类推，我们的凤凰领队有4个，麒麟领队有6个，哇，那个是一种可以算是倍增了嘛，很难呢。后来就有天鹰就8个，天龙就10个，飞马有12个3星户口。也就是说，今天一个3星是赚钱的，它现在有12个，而且连续赚钱。就乘12咯，我叫飞马厉害吗？厉害吗？厉害！好，前面整排几排都是飞马哈，非常非常的厉害。好了，这个是在2013、12年、13年的时候推出的，当时的组织情况，每一个人都是2条线，每个人都只有2个组织。我一推出这个，开始有这样的方向，公司把重量放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开始就有人家就开始推荐更多人在他自己本身的组织里面。问题是组织就越来越大，飞马就越来越多。当他自己本身是飞马，已经很厉害了，他还制造一些飞马出来，是不是更厉害？他能够制造领导人出来，能够制造飞马出来，哇！后来这种人越来越多了，因为当时飞马是最高了，没有了。哇，这种人越来越多了，不可以啊！我在想，他们有一点不平衡了，所以我们再加多一个号码，根据那个时候的团队的情况，我们再加号码在后面。所以当他是飞马，他有一个组织里面也有一个飞马的产生，他就是飞马1哦。如果他是飞马，他有2个组织有飞马，他就是飞马2咯。所以刚才 FND 是飞马9，就是他有9个自己带出来的飞马，给他一个掌声先。好，我们表扬制度就是这样。现在我顺便解释一下就是说，飞马1、飞马2，3个的话就飞马3咯。你有5个飞马就飞马5，那么到最后你有10个飞马，你就飞马10咯。那么飞马10是不是比飞马9厉害？肯定还有10个飞马嘛，当然啦。那么我们就把重量放在越大的号码，重量就放在那边咯。所以这样的情况，如果重量越大的号码就越重的话，就拿第1名的话，那么这条路一直走下去，它就会变成飞马28，同意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有10就会有12，有12就有15，有15就有18，这样一直没完没了。OK， 好了，那么就来到现在这个时刻，就是这1年2年里面，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情况发生了，因为组织又大了，各自的情况我们就要配合现在的情况。好，我也希望这个是最后一次了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的出发点都是你们的收入。
而不只是纯粹为了冲聘阶。因为公司把重量放在那边，你们就会冲聘阶，这肯定了，因为每个人都想成为冠军，所以冠军这个位置很重要了，它必须要是对的。给你们一个例子，比如说这边有一个飞马6，这是飞马6，飞马6有几个飞马？6个飞马，同意吗？它有6个飞马，它是飞马6。现在的情况是，这边有一个飞马5，有几个飞马？5个啊。不过它的5个的情况是这样：它的第一个也是飞马5，它的第二个飞马2，第三个飞马4，第三个飞马1，第5个飞马3，它也是飞马5，对不对啊？不过在这些飞马再下去的话，它整个组织有68个飞马。比如说，不过它是飞马5。那么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：这个飞马5厉害，还是刚才那个飞马6厉害？什么？这个飞马5比较有经验，代表组织比较厉害，还是刚才的飞马6？这样，如果这个飞马5比刚才的飞马6大的话，这样就有问题了，因为现在是飞马6比飞马5大，同意吗？现在就出现这样的问题，而的确，很像若利这样，30多个飞马，在他的组织里面，他是一个飞马4。然后我们就开始思考了。所以就有一些性的改变，也不是改变，可以算是增加了，增加。好，我们来看，现在是这样，孔雀是2个3星，4个、6个、8个、10个、12个3星户口到飞马，现在目前是这样。所以第一个改变，sorry， 我先把这个蛇拿出来。通常别人会怎么改变？加蛇，就是说飞马已经到了一个成熟了，已经12个户口已经太多人了，是吧？才会形成这样的情况嘛。那么很简单，通常一般的公司都是这样，市场上的确就是这样，你相信我。他加比如说一个蛇咯，飞马过后就是蛇，或者熊，或者猫。然后怎么样 ？OK， 他就讲12个不可以，加15个，15个3星户口，甚至有些去到18个，甚至敢去到25个。的确，市场上的确是这样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全部12个的，又要重新排名了，同意吗？又要重新再来，再重新排名了。我就觉得说。不够漂亮了，不够漂亮，因为到了25个，然后问题又重复了。每个人到25个了，然后又要猫1、猫2、猫3、猫4，是不是啊？因为组织会越来越大嘛。好，所以现在这个还是存在的，号码还是很对的，你相信我。因为扩线永远都是赚钱的，利益线，非常非常对，不可以拿走。我暂时放一边先。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拿这个天龙这个位置，老实讲没人冲天龙的啦，到现在为止应该没有超过2个做到天龙，因为每个靠近的时候就直接冲飞马了，对不对啊？因为飞马重量比较重嘛，是吧？10个和12个没什么差别了啦，再出努力多一点点就做飞马了，好。所以反正没人做，我拿出来也没有影响到人，所以我就把天龙拿出来。然后呢，天鹰
就换成9。反正也没有什么人做天鹰，现在只有一个。好了，现在的 Team Elite 现在变成5个了，只有5个阶级，就是孔雀、凤凰、麒麟、天鹰就直接飞马了，2、4、6、9、12，OK 吗？有没有影响到任何人这边？还是你很不对，我不可以，我反对，有没有？谢谢啊。OK， 好了，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天龙啊。龙在星座里面是排第7、第8。现在如果我把天龙从星座拿出来，它跟星座无关。我们讲这个动物叫龙，它应该排第几啊 ？OK， 应该是啦。很多神话也好，宗教也好，很多啦，龙都是最神圣的一只动物嘛，是吧？通常一般上都是这样 ，Draco 天龙，那么我就按照易经。易经里面的某一些东西来设这个龙的这个职位，新的一个职位，或者说一个新的方向，我们这样讲。当然，这个没有牵涉到宗教易经是一个学问学问，平常多少读一点书。那么里面就有讲到，我们讲说有一句话叫做。宇宙是从没有东西开始的嘛，是吧？就有一些科学家就说，就有一个爆炸，爆炸过后就会有东西了。那么道家学说呢，《易经》里面就有讲到说，无极就生太极，有听过吗？那么太极就是阴阳嘛，是吧？所以在这边就好像有一点数学的东西在里面。有没有听过 binary code？Binary code 就是1和0，有时电脑的这个语言就是10101006，你听过吗？阴阳就是大概是 binary code 这样的东西。然后它们一横和中间一横有做一个洞的，一横是阳，一横中间有一个洞是阴。所以有些人说阳是天，阴是地。公的是阳的，母的是阴的，有没有？男是阳，女的是阴，因为阴有洞嘛。是吧 ？OK， 好，这里听得懂了好。然后，所以这一条东西叫什么？在易经叫做爻，这一条东西叫做爻，有阳的爻和阴的爻。所以如果说有2条的话，它就会有几个组合？它就会有4个组合。比如说这样的情况。它就变成4象，4象，那么2条就有4个不同的组合。如果3条就有几个组合？就有8个组合。有人把它称作为八卦，有听过吗？八卦通常抓妖的那种是八卦。好 ，OK， 好。八卦就有乾有坤都听过吗？对吗？武侠小说都有的，乾坤大挪移这种。OK， 好了。如果说3条，它就叫做一卦，它的名叫卦。如果现在是2个卦的组合，6条了，2个卦就是6条，它就会以数学来算的话，就8864，它就有64卦。这个叫做 ，sorry 这个叫做伏羲64卦，这是周易里面的64卦，这是不同的。组合，排列组合。好了，这64卦里面的第1卦就是乾卦，就是上乾下乾，3条都是阳，阳是没动的，3条6条都是阳，叫做乾卦。然后在易经里面呢，就有一句这样的话：上乾下乾6条，就有这样的一句话，可以算是第1卦。里面就有讲到龙这个东西了。
哇，时间到了嘞，给我多10分钟讲易经啊、因为它会改变你。等一下，就是乾，那边写元亨利贞，好，然后初九，初九就是最下面那一条叫初九，然后第2条叫92，再上93，再上94，再上95，再上的话最后一条是99。所以95是什么？是上卦，2个卦嘛，现在上面那个卦的中间，哇，好像很大，所以95这个里面算是最大的。所以我们看95，它讲什么？红色的字95，红色的字。好，我们来这样看，它这边有一句话，叫做95。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，不是我讲的啊，这个是易经讲的哈。好了，就是说发现龙在天上，天龙，不是 plastic 龙哈，天龙哈，在天上的时候，他利见大人的意思就是会出现大人物。95这句话里面就讲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。好了。所以我就把下一个，我们的表扬制度的目标设在我们的精英领队以外，叫做天龙首席，好像首席执行官的首席，天龙就是要有9个飞马舞。9个飞马领队伍，就是95嘛，是吧？这个是易经讲的，不是我所以易经给我们答案了。飞马舞，目前在 VV 飞马舞以上有6个，只有6个。所以它是以现在的情况来看，飞马舞的团队都是非常大的，非常健康。想象有9个这样的飞马舞在你的组织里面，你的组织就是又宽，足够宽，又深，对不对啊？赚不赚钱？它不可以用赚钱来形容啊。对我来讲，它已经是神，的确，要做到这个东西。怎么讲？他必须要是我在台北有讲到的，他必须要是直销之神。这是我以前的一个梦想啊，我想做直销之神，真的真的。好，先来讲一下什么是直销之神。就是只要跟这个行业里面有关系到的东西。从个人的市场能力以外，就是我们单单讲课就好，其中一个，所有的课程，在直销界里面的你都要会讲，从成功学到直销的每一个学，如何开始，如何推荐，如何成交，如何什么，如何，全部的 know how， 包括心理学的课程，包括领导学的课程，包括所有一切跟直销有关系的所有的课程，你在上面都有独到的知见，你都必须要掌握的非常厉害，包括实际上的市场的能力。我把你丢在任何一个市场，你都一下子一段时间过后，你一个组织出来，有水准的组织出来。甚至我把你丢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市场，一段时间过后，你有一个组织出来，甚至这个组织非常的团结，越来越大。你是直销界的高手的那种。那么你在直销界里面，你讲出来的话有分量，你说出来的东西就是权威。在这个行业里面，
你就是直销之神，是不是啊？我5年前就认为我是了。不过我不可以呀，因为我现在已经不再做直销。我想做直销，不过我不再做直销。只要跟这个行业有关的，我就研究去练习。我那天在台湾讲，我希望有一天，在那种很权威的杂志里面，比如说《Times Magazine》、《Fortune Magazine》，有我们的 VV 人被封为直销之神。现在有一个机会，天龙首席，天龙首席是全世界所有的直销公司里面最难达到的一个阶级，最难。你要达到那个地方，它中间有特别多的挑战和困难要你去克服。我思考过如何打，每天都在我脑海里想。因为如果我是你，下一个目标我就是天龙首席，就像 FND 这样。我一放出来的时候，他说他到老啊，拿着拐杖啊，他都要冲到天龙首席为止。对，冠军就是冠军，你怎样设，他还是要达到。不过他会考验你种种不同方面的直销的这个问题，所以你必须要好像蟑螂这样打不死，真的，你必须好像野猫这样，把你丢在哪里，你都可以找到吃，你不会死的。基本上你必须要成为那条龙，人中之龙。我相信你就好像直销之神，对我来讲。那一天我在其中一个领袖培训会，全部3星级以上的，我有提过这个东西。我讲错一句话，非常错误的。我说我真的不懂要讲表扬天龙首席，这句话错。因为根本我想了很久，能够做到这样的阶级的人，他能够制造9个重复，第一个可能幸运，第二个可能幸运，你连续9个做到飞马舞。它不可能是幸运的，它是实力产生的这个总业绩最少都美金10亿以上。你是那种不得了的人物啊！这样的一个高度的人，相信我，只有他表扬人，人家不需要表扬他，同意吗？他来到每一个会场。他就是指挥，人家就想只听他讲话，他就是这样的人，不需要被表扬了，也没有东西讲了，因为人家他讲出来的东西就是权威，他讲出来的东西就是真理了，这样的一个人，你认为你是这样的人吗？你认为有一天你会成为这样的人吗？你认为5年后的你有没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？这就是你要走出这大门之前，你需要给你自己本身的定位。就是一只打不死的蟑螂，一只野猫，一条龙。因为你如果没有想过，你认为你不是，你是不可能会做到的。要做到的这个标准，其实讲得非常的清楚。时间，不，这个过程当中，你有没有给自己这样的机会？你有没有认为你有可能有一天会达到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如果你不相信，你不可能达到。最后我讲一个故事来终结今天的这个领袖培训会。曾经就有一个雕刻家，雕刻石头的，去到山上找了2块石头，找到第1块，哇，不错，品质很好。
搬下山的过程当中，看到另外一块，哇，品质更好，很开心。好，2块石头搬回家。搬回家的时候，他就拿那个品质比较差的石头来先雕，当然是拿那个品质比较好的来雕刻先哈。他就雕刻，噔噔，当他雕刻的时候，就是要敲打的时候哦，那粒石头在那边呱呱叫，一直喊，很痛啊，很痛啊，很痛啊。这故事啦，故事，好，故事石头会讲话哈。那个雕刻家打，他就痛，打，痛，一直埋怨申诉。那雕刻家，OK 了，好了，没办法了，好，就先放他在一边，拿第2粒石头来，就是品质没有这么好的石头来敲打。当他敲打的时候，那个石头讲什么？来吧，大力的敲打吧。我一直鼓励那个雕刻家，雕刻家很开心，叮叮咚咚，叮叮咚咚，叮叮咚咚，叮咚咚，哒，把它雕刻成一尊佛像、神像，非常非常漂亮的神像，放在很高的地方，让人家朝拜，让人家供奉。那么有一天，这个品质比较好的那粒石头，在地上，让人家踩来踩去，因为它是一块石头嘛，踩来踩去，甚至拿来跪下来拜那个另外一粒石头，所以这粒石头就很不爽。他说：“好像你这样的品质的东西，怎么可能可以高高在上？好像你这样的人，怎么可以成为神呢？你看我的品质多好，好像我这样的人才可以成为神嘛？你的品质都没有比我好，为什么你可以成为神？”各位朋友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经得起打，他经得起挫折，他经得起敲打，他经得起委屈。相同的，今天如果你要成为神，尤其这个行业，你在做这个行业的，那么你就必须要做好心理上的准备，跟我们一起准备去面对更多更大的狂风暴雨，准备去面对更多更大的阻力和挫折，不要一点东西就喊痛，到最后也只是给人家踩在脚底下。所以我希望说，趁今晚在台湾这场，每个人走出到大门之前，好好思考一下。哎，香港这一场，sorry啊，太多场。好好的思考，在走出到大门之前，然后今天这场完了 ，It's not the end。Not the end， 并不是我下一场后天在新加坡 ，No。我当这边的人全部都是自己人。你知道这个会场能够坐多少人吗？1万多人。等一下，你知道今天多少人吗？绝对不，肯定少很多，是不是啊？你们走进来的时候，那边是一个很大的空间，对不对呀？这边有2个这样大的空间，这2个这样大的空间，在这个舞台后面，有同样这么大的空间是空的。在会议还没开始之前，今天早上，我在这个会场从那边一直走到后面，一直走，至少走10圈以上。香港就是中国，所以今天我这样看 ，No，this is not the end。明年的今天，这4个地方都必须要撑爆人。最希望大部分是你的人，所以最后以最后这首歌 Riway 的歌，我一直很相信歌曲是能够影响很多人的，歌曲是能改变人的。有很多人因为一首歌改变整个人生，
这首歌 V V 的歌，由我们15位8月份当时飞马山以上的人在舞台上，每一个人讲，舞台这么多句话，每一个人选一句话出来，弄成有点像歌词，那是不简单的。这首歌真的，我越听越好听。虽然我很臭美是自己写的，不过我真的觉得好听。好，希望说，因为某一句话，可以让你被激发到，去成为那个你想要成为的那个人。所以我们邀请我们所有飞马领队上台，跟我们一起分享这首歌，合作。谢谢大家。抬头看着天空，可以飞行好几万里。真正要赢的是你自己。这个世界等着我们去创造，命运掌握在我们的手里。我想问你，你的梦去了哪里？没有机会会在那里等你。一再要改变自己，突破自己。实现梦想是一种能力。Ayolah kita berjuang bersama-sama. Pegang tekad ini, pantang mundur dan niat. 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缺，经历过非常多的风风雨雨。给一个目标，绝不罢休的目标，没有不可能完成的事，创造一个自己想要的未来。抬头看着天空，可以飞行好几万里。你真正要赢的是你自己。这世界等着我们去创造奇迹，命运掌握在我们的手里。我想问你，你的梦想去了哪里？没有机会会在哪里等你。一直在改变自己，突破自己。实现梦想是一种实力。Ayolah kita berjuang bersama-sama. Pegang tekad ini, pantang mundur dan niat. 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缺，经历非常多的风风雨雨。给一个目标，绝不罢休的目标，没有不可能完成的事，创造一个自己想要的未来。抬头看着天空，可以飞行好几万里。你真正要赢的是你自己。这世界等着我们去创造奇迹，命运掌握在我们的手里。我想问你，你的梦想去了哪里？没有机会会在哪里等你。一直在改变自己，突破自己。实现梦想是一种实力。 Ayolah kita berjuang bersama-sama. Pegang tekad ini, pantang mundur dan niat.